在达温选店，我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烟灶不够大没关系，装修的时候加大一点就行。听起来好像费不了多少钱，但实际情况是，烟灶加大往往是系统性的升级，费钱又费时间。嗨，大家好啊，欢迎来到装修大叔上的频道。今天这期视频我要聊一下烟灶加大究竟有多复杂，为什么烟灶加大绝不是表面看的这么简单？因为每个烟灶通常都会配一套屋顶的 rooftop unit， 这套设备体积巨大，而且非常昂贵，往往是一家餐馆硬件投资的大头。工程师会按照烟灶尺寸以及烟灶下设备的需求，精确计算排量，然后配备最合适的 rooftop unit。那么扩大原本的烟灶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所有排量要重新计算。如果屋顶原有的设备支撑不了新的排量要求，就必须更换更大的设备。也就是说，烟灶扩大常常伴随的是 rooftop unit 的更换，这可不是一笔小的数目，通常都要5万起跳。再加上烟灶的排量增加，还会触发另一些隐形成本，比如新风系统的更新，因为排风量和新风量通常也是经过工程师严格计算过的。又比如烟灶改动、设备更换、厨房的整套化学灭火联动系统都有可能会被迫升级，这将触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。这还不是最麻烦的哦，最麻烦的是也许还会伴随结构加固。为什么还要动到结构？因为屋顶承重能不能支撑更大的设备，必须找结构工程师再评估。如果现有结构不够，就要额外做结构木梁或者钢梁，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。所以很多客户签约前觉得烟灶改大能花多少钱，结果图纸一出，报价一给，直接吓一跳。屋顶整套设备更换，加上结构加固等一系列的连锁反应，很容易就上到10万。最后因为预算严重超支，只能选择毁约，真的非常可惜。所以我一直说，烟灶问题签约前就必须看清楚，不是听一句加大就行就可以放心的。下期视频我会讲残疾人厕所的问题，为什么经常会把空间、时间和成本全部打乱。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先聊到这里，以后我会把大温开店从选店、设计、报批到施工，整个流程一步一步拆给你看。如果觉得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一定记得给大叔点赞并加关注哦。好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